家好，我是 Gina。今天呢是一支战利品影片，就是我发在我的 Instagram， 询问大家想要看哪一支影片。结果没想到大家的留言实在是太平分秋色了，我就把我这个清单里面放最久的东西先分享好了。我要分享的东西基本上都会囤积在一个地方。然后这个东西已经囤积在我的床角非常的久，这里面大概有一半的东西我有好好的用过，但几乎是都有用过。那大家可以猜到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吗？没错，就是我上一次9月还是10月份去韩国的战利品们。哦，这包好重，因为这里面有化妆水。还有隐形眼镜。今天这支影片我会把我所有买的东西都分享给大家，然后好用的话我就会稍微的推荐一下，然后不好用的话我会稍微跟大家讲一下。只是因为东西真的很多，没有办法每一样都做非常详细的解说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还有，其实我放最久的战利品并不是韩国的战利品，其实是大创的战利品。但是呢，因为我非常的心虚，我把大创的战利品放了太久都没有拍影片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最近又买了一些大创的东西回来，是一种越放越久的概念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分享保养品的部分。那保养品呢，其实我在我的专柜彩妆保养那一支影片里面，就大部分都有提到了，但是我今天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像雪花秀。然后呢，雪花秀这个礼盒，我觉得这个礼盒超级无敌推荐给大家，但是其实我真的忘记是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礼盒，还是说它必须限定在哪里买？我是在韩国的机场买的。这个礼盒呢是买他们家的人参霜，雪花秀超级好用的这罐人参霜的礼盒组。题外话跟大家说一下，我这里长了一颗豆子，就是这豆子长的位置真的是很高级，它很适合加一条毛，有没有？一个鲶鱼豆的概念，迫不及待想要分享那个我的痘痘给我广大的痘痘粉丝们知道一下，这个真的是好，我希望它赶快好了。这个礼盒从头到尾都超级有质感，就是很诚意的礼盒，纸上面有瓶瓶罐罐，里面假呢有超级多小样的，长得超级可爱的，对不对？尤其是这个人参霜的外出版，然后这些就是化妆水啊，其实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，我都没有用。然后这组里面还有中间这一块，我觉得很超值，因为它是4块那个雪花秀非常有名的宫廷什么皂的，我昨天还记得名字，我今天已经忘记了。就是它有4块不同口味的这个小肥皂啊，是不是叫宫中蜜皂啊？就是雪花秀里面算也蛮知名的一个产品，就是他们家的肥皂。不过这个肥皂我上网查过是比较偏油肌在使用的。再给你们看这个啊，也是好可爱。这个是小罐的，然后这个是大罐的，就是很像爸爸带小孩的感觉。这真非常让我受不了这个包装。然后这一罐它就是放在这里。那雪花秀里面我还买了润燥精华，还有它的面膜。面膜呢，我也是还没有开始很认真的用，因为前阵子台湾的天气也还蛮不稳定的，所以我就还没有用它。但是这个润燥精华我真的是非常的推荐给大家，因为它很可以改善你皮肤那种缺水的感觉，尤其是在上妆的时候，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，以前有时候皮肤很干的时候，用什么粉底，脸上虽然是湿的，但是底层就会感觉开始有点紧绷。可是用了这一罐之后，我再也没有感觉到我使用任何粉底的那种紧绷感。就算是我皮肤表层有脱皮的现象，皮肤都不会有那种很崩的感觉。我觉得应该是这一罐的功劳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它里面还剩多少，因为看不太出来。那在资生堂的话，我还买了一罐100ml的红颜激活露，是这个，因为我之前已经用完了，所以我就在那边补货。刚好我也遇到了，可能是周年庆之类的，他也送了一些算是小礼盒的东西。这个袋子，对，袋子就是一整个小套组送的一个旅行袋，里面可能就可以让你放一些毛巾啊、牙刷等等的。它还附赠了化妆水，
洗面乳，还有小罐的红颜激活露，这个是10ml的旅行组，另外还有2条眼霜1条。然后在机场我也顺便补了这一罐，只是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小小的笨，因为这一罐对我来说，我是比较喜欢夏天用它，因为它比较偏雾面质感的粉底，虽然它很保湿，但它的妆效是比较雾面的。冬天用我就会觉得它有点把我的细毛给显露出来，所以我不晓得我为什么要在秋天的时候补货，我应该是夏天出国的时候补货才对。但既然都买了，我就好好的把它放着。我可能等一下会去用夹链袋把它封住，让它不要这么快的变质。最后一样在机场买的是这个 Benefit 的毛孔隐形露，然后它是一个套组，里面有附赠2个赠品。我那时候算的时候好像是赠品价加30块就可以有这2个东西。那这个套组我觉得应该现在也还有，如果你们去机场的话，可以找找看这个套组，因为它附赠的这2样小样，我觉得都还蛮足够你用一段时间的。不过它没有再附赠一个这个毛孔隐形露的小样，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，因为这样出国就不用带这么大条的。我还有在这一间店，它应该是叫 The Thing 吧，买了一个这个瓜牛眼霜，但是买回来到现在我就一直没有用。我那时候真的是因为柜姐人太好，所以才会下手，送了我20片这个瓜牛面膜。面膜是不难用，但是也没有特别的会想要一直敷。可是就是一款基本款的瓜牛面膜，我真的就是那一种很容易被洗脑，就除了跟风以外，我也非常容易被洗脑。但他是说在韩国卖的非常的好，希望大家可以把持得住哦。好，接下来是在爱茉莉买的，这次我在爱茉莉真的就是非常铁了心的，不听柜姐的任何推销组合，买了这个IOPay 的神仙水，我一次就买了3罐，大概可以用蛮久的。因为我最近有一点偷懒，都没有认真的敷。这个的用法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拿来湿敷用的。那大家去 IOPay 买东西的时候呢，尽量是跟柜姐问清楚满多少可以打折，因为我记得他们家几乎1年4季都要打8折这个优惠，但是可能就是要到某个门槛，或者是你要配某一样东西。这个真的很好用，我非常的喜欢。只是呢，我非常怕买到假货，所以我直接到韩国去买。这个敏感肌的皮肤也可以用，然后它的保湿效果跟稳定皮肤的效果很好。它的质地是化妆水，然后它有一点黏。如果你买到的是完全不黏的神仙水，那就是买到假货。尤其是那一种韩国很流行的小样数包装，里面就真的非常多的假货。因为我真的买过，敷起来是真的没有任何不舒适，也没有什么过敏反应，但是就是跟正品的质地不一样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。而且说到这个，就非常的想要在这里跟大家抱怨一下，韩国的假货都是从韩国流出来的。先姑且不论他们的制造是在哪里制造，但是他们真的有一个地方是专门给世界各地的人去批假货回来卖，像是什么气垫粉饼啊、化妆品啊、乳液啊，而且他们是很正大光明、大拉拉的摆在一个地方让你去批发。所以大家在各种网络平台购买韩国彩妆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。他只要把价格哄抬到一个跟原价差不多，然后便宜个50块，你可能就会相信那是真货。可是他卖的是假货给你，就是没有良心的一个买卖。建议大家，如果你要买韩国彩妆，最好是本人亲自到专柜去买，或者是你请的代买，他可以给你发票，这样是最好的方式。就是讲到这一点，就不免有一点点的小生气。我觉得这已经超出眼睛睁大一点的范围了，因为只要你不是亲自踏入店面，你就有可能被骗。因为这个状况，它同时也会害到很多有良心的代买代购。总之，你们就是牢记我说的这个话，在韩国可以非常容易、非常轻易的就买到假货。接下来保养品分享完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偏杂货类的东西好了。后面还化妆品哦，只是中间穿插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。超夸张，太太，你太夸张咯！
那么想去哦。去韩国要买杂货类的东西呢，大部分就是书局吧。他们有非常多那种很专业的书局，就是还卖很多的，像是手机壳啊、贴纸、笔记本、滴滴扣扣的，有的没的，就是很多杂货的小东西，然后比较偏文具款的，你就可以走进去逛。我觉得女生在里面都会沦陷。首先我买了一个这个行事历，然后这个行事历是自己写的，所以它没有日期，我觉得很方便。是这样一本，然后有一个礼拜，很简单。他帮你画好格子，其实这东西你也可以自己做，但是很懒惰嘛，就算了。那我们就可以把一周的目标都写在上去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运动目标啊，饮食目标，可以写一些卡路里等等的，都还蛮方便的。在韩国可以找到非常多设计很可爱的纸张类型的文具产品。韩国的设计很可以抓住少女的口味，但是日本的设计会比较有个性一点，比较不是那么的大众。当然大众的东西也是有的，可是韩国真的是很夸张。你们去逛笔记本的话，一定会挑到。再来还买了一个这个到底是口罩还是眼罩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它戴起来是这样。哦，这是干嘛的？它这有做一个，我不晓得它是要干嘛的，是要挡住鼻子的样子，就是会变这样，像白痴。我的口罩也是可以啦，应该会很备受瞩目吧。那很可爱，可是你没有发现它长得很像一个我们年少时期的偶像人物吗？就是酷企鹅，我觉得好像哦。而且小时候我还会画酷企鹅的眼睛，然后明明就很简单，画好之后还会特别的有成就感。酷企鹅应该不是大家的年代。我到世界各地一定会买的东西就是各种的贴纸，所以我有一整个抽屉的猫贴纸。然后今天这个贴纸是便条贴，我也是打算买一个来送给大家，但是呢，到在影片抽奖这件事情，我就要公开跟大家道歉，我的蛋黄哥礼物是还没有抽奖的。但是大家不要生气，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等那么久，一个小小的蛋黄哥粉扑现在变成怎么样了吗？它膨胀了。但它现在是2袋很满，有没有看到快满出来的礼物？如果要解释为什么不赶快把奖品抽出来，又会变成另外一支影片的，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。迪士尼的公主，非常惊叹的超白痴的贴纸。我看到他们的眼睛真的是好白痴。还有这个超可爱的笑脸信封，它下面是可以写东西的。贴纸也是猫咪的贴纸。如果你本人是笔记本控，你一定要去韩国；如果你是贴纸控，你就一定要去日本。日本的贴纸可以让你买到倾家荡产，真的很恐怖，很恐怖。那韩国我就只有买这个小小的一张，还有刚刚那个便条贴而已。接下来有一个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这个东西，它是一罐，这是韩国很多美妆 YouTuber 在影片里面都会用到的东西。包装跟这个外壳是不太能够联想出来的，然后这个东西在韩国的屈臣氏有卖，所以你们要认它的牌子去买。这个是一个医美的品牌，所以它的柜不是很大，它就是小小的放在一个小架子里面的其中一个。那罐子就是一个很多胡渣还是很多痘痘的一个大叔，穿得很华丽在跳舞，这非常有我的风格。然后打开呢，就是圆形的化妆棉片，每一片棉片都很厚，味道是有点精油柠檬的味道，味道还蛮重的，所以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喜欢，但我是觉得还好，就是有一种医美的味道。那它的用途是什么呢？因为非常多人他没有用化妆棉沾化妆水做温和去角质的这个动作，那这一罐化妆棉它就是已经帮你沾好的化妆水，你就是可以在保养的第一个步骤，或者是你要上妆前的第一个步骤用，就是使用的方式就是跟化妆棉一样，轻轻的擦你的全脸。然后这个里面它有抗菌跟消肿的成分，所以是属于比较偏抗痘类型的产品。然后它擦完的感觉是比较保湿一点的，所以你擦完在皮肤上面会有一定的触感，就会有一点脸上有东西的感觉，不是像洗完脸那样，所以
你的化妆水可以省略，然后直接再擦你的妆前保养就可以了。这一罐我还蛮推荐的。粉扑的话，我会推荐给大家买 IOPay 的粉扑。那我这次去的话，刚好是买1送1的价格，所以我就买了很多回来。那爱茉莉跟 IOPay 的粉扑都有折扣，所以我就2个都买了。两个长得就是有一点不太一样。那这2款呢，其实在触感跟妆感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。唯一不一样的是 IOPay 的粉扑比较高级，因为它的这边是仿皮纹的材质。爱茉莉的话就是比较普通一般的布面的款式，但 IOPay 这个真的蛮高级，然后他们2个价钱是一模一样的。遮瑕膏的部分，我这次买了蛮多的，买了2个牌子，一个是 Clio 的，那 Clio 这个是一个遮瑕的液态遮瑕加2支遮瑕笔，另一个牌子是刚刚买那个瓜牛面膜的 The Thing 这个牌子，那这个牌子的遮瑕膏非常多彩妆师推荐，所以我就一起买，而且比较起来的话 ，Clio 的这一罐遮瑕液比较水一点点，我还蛮喜欢这个感觉的。然后这个稍微干一点，遮瑕度我有一点忘记了，只是说 The Thing 的遮瑕膏有非常多的颜色可以选，所以比较适合非韩国的亚洲女生，因为韩国的女生不管她们肤色再怎么深，她们的遮瑕都超级白的。他们遮瑕可能是拿来偏打亮当粉底使用的那种遮瑕，膏状的遮瑕买了1块 Clio 的遮瑕，然后我觉得它长得很像眼影，非常可爱，就长这样。我现在稍微遮一下我的鲶鱼痘，这一支是 The Thing 的02号，你们看还是我今天的底已经打得很白了，它还是稍微的偏白，所以真的可以再蛮深一点。有没有超白的？这个是3号色了，最深是4号色，还是这么的白。拿来提亮一下就好。大家应该是看不太出来，因为这个海绵还蛮吸水的，而且我看镜子，我的鲶鱼痘还是很明显，可能要用遮瑕膏来遮比较好。那我就来遮一下。可我买的是3号，所以应该也有4号吧。我的鲶鱼今天它不愿意被做任何的烹饪，所以连遮瑕膏都遮不起来。它应该是影子啊，就是影子这样照下来，然后下面就会很黑一块。所以我等一下出门，下面应该会一块死白。好了，不要玩了。Etude House 的，就是它是专门让你加在粉底液里面调和的一个妆前膏，然后它的功能就是真的会变得比较保湿。如果你没有类似的产品，你也可以用自己的精华液，比较油润一点的精华液做替代也是 OK 的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唇膏是这个 OPUL 的唇蜡笔，然后我去的时候刚好已经秋冬换季了，所以买到还蛮多秋冬的颜色。这个非常的适合拿来做秋冬的咬唇妆，而且很不容易失手。我现在嘴巴上面擦的这一支是雾面的 RD04 号，然后有点荧光，但是擦在嘴巴上面还蛮好看的。另外一支雾面的是 PK01， 可是它很深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叫做 PK， 它是非常葡萄红的颜色。亮面的 RD02。其实蛮深的酒红色，接下来是 RD04。好的，就是这4个颜色。然后这个系列的唇膏，它的特色就是非常的好上手，然后很显色，可以看我手上非常显色，很滋润，就是不管是雾面还是亮面的2款质地都很滋润。但它的保色程度就是相对的会低一点点，不过它还是有一定的咬唇效果，所以大家卸妆的时候还是要稍微仔细的卸一下。瞬间变深了，非常显色，超级显色的。眼影的部分是在爱茉莉里面的一个 Mono Eyes， 然后这个系列的眼影非常推荐给大家，尤其是你们在选的时候，选那种比较金属光泽，就是亮粉不是5颜6色的那一种颜色，就是有时候你乍看之下会以为是雾面的，然后细看之后你可以看到非常平均、非常一致的光泽感，眼影质地都超级好，
然后上在手上是会有微微的湿润感，直接抹在眼睛上面，就是只要沾一下抹就会非常非常的显色。我今天的眼妆全部都是用这个系列完成的。那我特别推荐给大家2个颜色好了，一个是这个比较红的这一盘是94号，然后这一盘是71号，是比较橘。然后轻轻刷上来，我这个刷的还蛮轻的，轻轻刷上来颜色就很饱和。那这2块是我特别喜欢使用的2块眼影。另外一个眼影的牌子是 Etude House 的眼影，我总共买了，中间这个是比较普通的款式，是一个亮橘色，这一颗是 OR205， 但是呢，我觉得你们只要有刚刚那一颗 Mono Eyes 的橘色，就可以打趴所有 Etude House 的橘色，因为 Etude House 的橘色它其实是比较看起来很深，但擦起来都是亮片组合而成的一种眼影的款式。另外这个系列是布达佩斯的系列，那这个系列其实它的眼影的架构是跟刚刚 Mono Eyes 我推荐给大家的那种比较类似的款式，比较紫色这一颗是 FG003， 然后比较咖啡色的这一颗是 FG002。那这个系列我觉得也是非常可以买的。之前 Etude House 的系列你可能有1-2颗就够了，因为它的颜色都是属于亮片比较浮夸的颜色，其实用不太到。但是这种比较保色的颜色可以让你堆叠出比较不同、比较多元的眼妆。那最后快速的跟大家分享隐形眼镜好了，隐形眼镜我都是在这一间店购入的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隐形眼镜在台湾是属于医疗类型的产品，不能做任何的推荐跟介绍。我觉得既然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法规，我就不应该做推荐跟介绍这件事情，所以大家所询问我的隐形眼镜的推荐跟疑问，我一律不会回答。那我今天就稍微的展示给大家看，我到底买了哪一些。近期在影片内有曝光的几款比较显眼的隐形眼镜，应该都是在韩国买的年抛这几款里面，但是我这里没有要做任何的推荐跟分享，所以我只拍盒子的外壳给你们看。然后说真的，这些隐形眼镜我都不会佩戴它们出去外面一整天的时间，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在台湾是没有合格贩售的，你就算是眼睛出了问题也没有任何的保障。那要不要去佩戴或者是使用方式，就是完全你要自己负责任。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蛮严重的事情，因为眼睛真的不是一个可以开玩笑的东西，眼睛受伤是非常难挽救，它不是只是接受近视治疗还是老花治疗这么简单的事情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时间应该又是超过了我的预设之外，因为我真的有好多事情想要告诉大家。那没关系，如果你们还有任何对于我今天分享的产品有疑问的话，在留言询问我有哪一些疑问啊，或者是说你不喜欢，你觉得它用会过敏的话，都可以在下面提醒大家，或者是跟我一起讨论。那我们再去找更好的东西来替代也是 OK 的。那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太久没录影了。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给今天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再一次。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给这支影片按个赞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